你以为你在补免疫力，其实第一步就错了。几乎每个人都在补免疫力，或者是提高免疫力。你去问10个人，什么叫做提高免疫力？9个人会跟你说补充维生素 C 啦，补充 D3啦，补这个补那个了。我们好好想一想，免疫力是补出来的吗？很多人补了一大堆的东西，可是还是动不动就感冒，动不动就过敏、疲劳，然后恢复的慢。所以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看，免疫力它其实不是补出来的，是系统状态决定的。免疫系统呢，本质上是一个高耗能的系统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全天候待命的系统。它要做的3件事情：识别敌人，就是病毒啦、细菌啦、异常的细胞啦；第2个，发动攻击，炎症反应啦、免疫细胞的活化啦；第3个，还要做收尾修复、抗炎、组织修复、免疫记忆。这3件事情全部都需要一样东西：能量加上调度的能力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身体本身能量就紧张，能量的供应就不稳定，也就是说血糖如果波动太大，能量供应就不稳定了。胰岛素长期偏高，影响脂肪分解和身体调动脂肪功能的灵活性，线粒体效率下降，能量的产量就不足了，你的免疫系统呢就会降级运行啊。真正要调节我们的免疫力，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各位同学，第一件事，先把能量稳定性做出来。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啊，你一天的能量稳不稳定？如果你吃完饭了以后容易困，到了下午以后就没有精力，如果你情绪波动比较大，如果你晚上容易兴奋或者是更疲劳，往往这个说明你的能量系统啊是在波动的。而免疫系统呢，它是建立在一个稳定能量的基础上面的，所以不稳定的能量供应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很不利的。怎么做？非常简单，3件事：减少高频碳水刺激，尤其是精制糖、精制碳水；第2，拉开进食的间隔，进食的频次不要过密，让身体呢学会调用脂肪；第3，优先保证蛋白质和天然优质的脂肪，本质不是为了生酮，是为了恢复代谢灵活度。第2件事，把节律找回来。免疫系统对于节律是有非常强的依赖的，因为免疫细胞的修复更新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夜里的。如果你长期熬夜，作息混乱，睡眠浅，你补再多的东西就是白天加油，晚上漏。那我给你们3个非常落地的建议。第1，固定入睡的时间，当然不是到每分每秒，你在正负30分钟以内固定睡眠时间。第2个，睡前1个小时降低刺激，光线啦、信息啦、情绪啦。那么第3个，白天尽量接触自然光，你不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暴晒，你在有光线的环境里面，自然光的光线环境里面就可以了。第3件事，把炎症的背景给降下来。我前面讲过的，免疫系统最害怕的是长期作战的状态。很多人身体的问题是一直处在低度炎症的状态，那么一直在消耗你的免疫资源的。那么炎症从哪里来的？你可以记住3个主要的来源。第1个，饮食不匹配，高糖饮食、劣质的食用油；第2个，肠道的屏障受损了；第3个，长期的压力加上睡眠差。这些问题你要如何处理？给一套比较简单有效的思路。第1，当然是换油了，你增加吃真正的食物，不要再吃加工食品了，肉就是肉，蛋就是蛋，菜就是菜。然后呢，适度的做轻断食，在饥饿感相对比较低，身体恢复了代谢灵活度比较好的状态下，适度的去做轻断食，不要给身体有压力，让身体有清场的时间。第4件事，恢复能力，这个很多人忽略了。免疫力强不强，不是看你免疫力多厉害，是看你的免疫系统打完仗了以后恢复的有多快啊。你可以自测一下，感冒1次多久可以好啊？运动以后多久可以恢复啊？熬1次夜几天才能补得回来啊？怎么提升？第1，充足的睡眠；第2，合理的运动，运动不是越多越好，不是过度的，合理的运动是要在休息恢复以后再去做才是合理的运动的。第3，电解质跟微量的矿物质啊，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条视频帮助大家把逻辑重新排了一下，免疫力不等于补出来的，是3个底层决定的：能量稳不稳，节律正不正常，身体有没有长期在炎症的状态。当你把这3件事情做对了以后，你再去谈补充剂，那就是锦上添花了。